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这一期视频我们来做一道虾米炒4宝。等一下啊，买少一样东西，少1宝炒3宝，没事不影响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虾米、茄子、羊角豆、长豆、红辣椒、小辣椒、蒜。首先准备10克洗干净的虾米，用热水泡5分钟，放置一旁浸泡。准备1条茄子，改成条状备用。如果是餐馆处理的话呢，会去掉部分的皮，但是我们在家做的话就不需要了，因为我觉得皮也很好吃。用刀将茄子切成大约相同大小的长条，切成条状的茄子使得烹饪更加均匀。由于茄子条的形状相对较小，它们更容易受热，可以确保茄子内部煮熟，同时外表炸至金黄色，呈现出香脆的口感。切好之后可以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放入适量的面粉揉匀，跟着我一起操作吧，像我这样抓拌均匀就可以了，只要每一块茄子均匀沾上粉就 OK 了。下一步我们准备几条长豆，切断备用。长豆通常较为硬质，整根长豆在烹饪过程中煮熟的时间可能较长，将长豆切断后可以减少烹饪时间，使得长豆更容易煮熟，同时也更容易均匀地吸收调味料。切好之后可以放一旁备用。准备大约4到6条的羊角豆，先把头去掉，然后再斜刀切成厚片备用。将羊角豆斜刀切成厚片可以保留更多的豆内液，使得口感更加鲜嫩多汁。相比较细薄的切片，厚一些的切片更容易保持在烹饪过程中的水分。切好之后可以放一旁备用。准备1条红辣椒，斜刀切片备用。斜刀切片可以使得切面呈现出斜向的形状，比直刀切更加美观，这样切出的更有层次感。准备2条小辣椒，切碎备用。不喜欢吃辣的宝宝就不要放，或者用大辣椒来替代。喜欢吃辣的宝宝就可以根据自己能吃的程度来放。切好之后可以放一旁备用。准备2粒蒜头，拍一下切成蒜米备用，然后切碎，拍一拍是方便后续的工作操作。拍打后的大蒜更容易切割成蒜米，拍打可以使大蒜稍微软化，更容易被刀片穿透，从而使得切成蒜米更加容易和顺畅。切好之后可以放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把泡好的虾米取出，泡虾米的水留着炒菜。将虾米切成小颗粒备用。将虾米切成小颗粒可以使其更均匀地分布在菜肴中，从而增强食物的口感。小颗粒的虾米在烹饪过程中更容易被食材吸收，使得菜肴更加鲜美可口，可以提升菜肴的口感和香味。这里是所有准备好的材料。下一步起锅烧油。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油，不要太少，也不需要太多。油温烧到5成热之后，我们放入茄子，炸至金黄色，在油中炸至外表呈现出金黄色的状态。这种烹饪技巧使茄子变得香脆，并锁住了茄子的鲜美汁液，同时也确保了茄子的内部煮熟，不仅口感酥脆，而且带有淡淡的茄子香味。家里的灶炉火力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开着大火，炸到差不多这样的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把茄子捞出放一旁备用，我们可以放在一旁透凉。把油给滤一下之后，接着羊角豆和长豆一起下锅炸。这2种豆呢，就不需要炸太久，只需炸到外皮变皱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羊角豆和长豆各自的口感不，羊角豆口感鲜嫩，而长豆口感略带脆爽。炸之后会给人一种丰富而多层次的风味体验，不仅能够创造出口感丰富、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，还能为餐桌增添色彩和美感。好了，已经炸成这样，可以捞出来，放置一旁透凉备用。好，下一步我们锅子不用洗，留下一些底油，接着放入切碎的虾米爆香。爆香虾米会使其表面变得酥脆，内部更加饱满，口感更加丰富，使得整个菜品的味道更加均衡。虾米爆香后，蒜头和小辣椒一起进来爆香，一起爆香可以释放它们的香味和味道，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香气，
为菜品增添特色。接着加入1茶匙的蚝油进来爆香。把香料都爆香之后，我们加入适量的虾米水进来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调味，加入1/3茶匙的盐，加入半茶匙的糖。把调料炒匀后，将所有的蔬菜一起下锅翻炒。我们可以节省时间，保留营养和增添色彩，使得菜肴更加美味，提高烹饪效率，使得整个菜肴更快完成。翻炒几下后，加入少许的生抽从锅边淋入，然后再继续翻炒。最后，我们从锅边淋入适量的绍兴酒。绍兴酒的独特风味可以为菜肴增添独特的风味，淋入适量的绍兴酒可以为菜品增添一丝微醺的味道。再翻炒2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好了，一道又香又辣的虾米三宝酥完成，请慢用，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。而且我非常喜欢马来西亚的家常菜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